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22日晚间19点5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眼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经历了周五标志性阴线，也就是悟空阴线的下跌之后，在今天它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在日线级别上接力了周五的下跌。这样的话会导致道指在今天晚上出现一个低开低走，低开低走之后日线级别道指的八戒阴线将要走出来，最终呢，我认为道指会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呢，是由周线级别反弹引发的。我们知道道指已经出现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的下跌。看图，这里我画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与之对称性的反弹与下跌对称性的周线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周线级别反弹之后，我们看到周线级别顶到了60周均线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有压力的所以呢，在周线级别反弹之后，我们看行情能够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这是我 K 线西游战法里面方向切换周期切换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在美股周线级别下跌的同时比特币在这轮反弹见顶了$25,000附近。见顶$25,000附近之后我们看日线级别，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这条线呢伴随它的反弹发展，这就是呢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呢，与前面行情当中，也就是5月份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呢在今天到达，我们把这个红色圈去掉红色圈之后，我们看到焦点位这个位置上，这个区域呢它是一个变盘的区域，我用红色圈画了出来。这个变盘区域呢，我们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行情发生了跌破。那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它主要做的是什么呢？主要做的是日线级别反弹。这轮日线级别反弹还没有构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就发生了回落那趋势呢在焦点位这里发生下跌之后，就不容易发生扭转，直到行情能够到达19000到$20,000附近才是这轮下跌的一个目标位。我们知道这轮的反弹行情呢，主要是为了回补从$30,000到$17,000这个区间的巨大缺口。那第一轮的反弹呢，永远是最快的，同时呢，第一轮反弹的幅度也是最大的。我们看到这里反弹幅度达到了40%，40%反弹之后发生下跌。那当前的下跌时间级别呢，我们认为它构成了这一轮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也就是说日线级别反弹没有完成，但是它的4小时级别下跌呢已经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在这个$20,761底部出现之后，小时线上发生了一轮什么呢？发生了一轮小时线的反弹。这样你就看到它的时间级别不断切换，方向不断切换，最终呢在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低点。这个低点不破的前提下呢，我们认为它会在这里震荡。破了之后呢，我们认为它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一个接近于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过程，最终呢到达我们的目标位19000到$20,000。这个趋势下行的趋势仍然没有完成。为什么说没有完成呢？因为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画出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画出它可能要进行的这个趋势。目前我们看到它正处在一个下跌趋势过程当中，并且我们没有办法画出下跌过程形成了一个焦点，这意味着它的下跌趋势还没有完成，直到我们能够画出这个焦点为止证明它的下跌趋势逐渐完成
逐渐完成。我们知道一个结构在没有完成之前，没有形成结构之前，它的趋势是不会变化的。所以呢，当前的震荡，我认为是一个诱多式的震荡诱多式的震荡。同时结合美股今天的盘面，美股今天盘面发生什么呢？今天盘面发生了道指主联，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发生了一个接力性的下跌这样会引发比特币继续向下走，直到走到我们提出的目标位$19,000到$20,000区间，才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反弹。同时呢，我认为阶段性的震荡在当前行情当中会逐渐展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里我画出了它的一个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波峰连线这个弧形的位置上，没有到达这里，这意味着它在底部形成之后在下跌70%，也就在$20,000附近，在$19,000到$20,000附近会形成一个底部平台。我们这个$20,000呢，要去掉17605这个低点。为什么去掉呢？因为它是超跌。我在前面行情当中说了18年和15年最大跌幅，第一轮下跌都是70%，而这一轮是75%，它属于一个超跌。所以呢，我认为在行情的70%这个位置上，70%位置上，也就是$20,000到$19,000附近的这个区间上，它容易形成一个平台。形成平台，让你认为这个位置怎么也跌不下去，直到10月以后这个位置最终呢会被打破那么现在这个下跌空间不多了是不多了，但是趋势仍然在下跌直到接近19000到2万才可能发生4小时级别对称性的反弹。我认为这轮行情就是大概率会发生这种情况在19000到$20,000这个位置上形成底部震荡，这个概率是很大的。直接下行做日线级别下跌的这个概率是小的。所以呢，下行空间不大的情况下，空头耐心等待空头如果你持仓的话，耐心等待目标点位。那多头呢，耐心等待这个建立底部平台后的机会所以呢，现在这个行情很多人纠结，行情它本身就在纠结的情况下你的方向不明的情况下你也会比较纠结。但是呢，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位是要到达这个10500这是最终的目标位。但是呢，目前行情我认为是反弹之后再做空现在下跌空间不大的情况下，我认为反弹之后再做空。反弹到什么位置呢？第一轮反弹的位置$25,000已经给出来的已经给出来了。再行下跌再反弹的位置我认为是在$23,000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布局空单布局空单。为什么还是要布局空单呢？因为这一轮行情熊市远远还没有走完，更多的低点还等待我们空头方向来发掘。趋势是大的空头趋势，在行情当中我们主要做3点，一个是做趋势，一个是找配置，对吧？再一个呢是布局你的仓位。做好这3点，耐心的做好这3点，最终呢获得趋势上的获利。比如说我们这轮做以太坊已经获利100%了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行情当中给出了以太坊的目标位就在19000到2100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画出来了，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2100到1900这个位置上非常明显的一个压力。同时呢，这也是133和169日的压力。再同时也是高点出现后4877高点出现后，波谷连线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第3重压力。3重压力形成合力在$1900到$2100，构成了它无法逾越的障碍这样呢，它最终构成了目前形成的4小时级别下跌那我们分析以太坊以太坊是和比特币不同的，因为这轮行情以太坊在周线级别发生反弹吸油，比特币呢仅仅做出了不到1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这种情况下呢，以太坊是强势的，但我认为它的下跌也会强势就相当于我们在气候里面
大旱之后必然大涝，大涝之后必然大旱一样，自然规律的形成与 K 线的形成是完全有对应关系的。以太坊由于它的那个挖矿机制有所改变，所以呢对它构成利好，发生了周线级别的上涨。周线级别上涨之后，目前做的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这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有可能发生日线级别的下跌，同时最终构成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以太坊这一轮的下跌目标位在跌破1650之后，它的下跌的目标位我认为是在1100美金。为什么说是这里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周线级别的一个下跌预期。周线级别下跌预期，目前我们在哪个位置做止损呢？如果做空以太坊的话一定要在1650做止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一个薄弱点呢。这个薄弱的点是由5月份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薄弱点，对空头方向如是，对多头方向也如是。所以呢，目前以太坊已经完成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让我们的利润达到了100%。但是对于反弹来说，这里面也是一个薄弱的点所以呢，我们应该把1650作为空头方向的一个止损位，并且坚持空头方向我们对以太坊的预期是逐级放大的目前它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目标到达了1500美金附近这个下跌如果能够延续下去，形成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以太坊的目标位是达到这个1100这个1100呢，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有支撑，但最终也会跌破。如果一旦这个位置上形成4次波谷的话，根据江恩的法则，根据江恩4次波谷容易跌破的法则以太坊最终的目标点位我昨天给出来了是260美金为什么说260美金呢？260美金正是以太坊这轮行情最高点4077、4877最高点的95%，95%的下跌就是4877乘以5%乘以0.05，最终呢是260美金，也就是这轮以太坊最终的目标位这是以太坊。以太坊在下跌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凶残的我为什么一直这么说呢？因为你看以太坊的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看到了这个交易对我一直在提这2周一直在提，非常接近于0.088，0.088是这轮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最高点。接近最高点之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在这里，所以它必然出现回踩下跌下跌之后它的趋势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下跌趋势将得以延续，最终呢形成平行于今年5月份到6月份这个下跌，而且会出现新低出现新低之后，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这里面有个均线系统133和169在这里面形成支撑，它的目标位会接近这里，也就是 0.047到达这个比值，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比值 0.047 这个位置才可能发生止跌。所以呢，目前来看，以太坊不断加速下跌，不断对标于比特币加速下跌，这个趋势逐渐明显过来，并且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未来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同时会走出来，最终呢它会形成一组什么呢？一组与5月下跌对称的周线级别下跌系统周线级别的下跌系统最终会走出这样的趋势最终形成一个低点，这个低点的区域呢是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下跌速度会逐渐加快并且以太坊的第一个目标位是在1100美金附近，最终目标位是在260美金附近。那么行情里面确实还有一些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发生震荡之后它自行构成了一个热点，
这个热点我在这个 VIP 群中昨天给出了几个，其中就包括一共给出了3个，其中就包括 LAZIO 这个代币。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好的币种呢？因为它目前走势非常强势。我们看下面这个133169趋势是上行，同时呢它完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这样的话在周线级别上它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最终呢验证它的强势。所以呢如果对多头感兴趣，一定要做这种像 CHZ 这种像 LAZIO 这种强势币种这是行情当中的魅力之所在。还有 ASR 这种行情当中的魅力所在这是我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个软件可以快速的去寻找这些多头趋势的币种它直接给出来的，然后经过人工分析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找到这种第一时间找到这种快速上涨币种也是借助于一些 AI 人工的工具AI 人工智能的工具，然后去通过自己的分析去找到这种币种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LAZIO CHZ这些都是目前来看山寨币方面比较强势的币种这种怎么做呢要根据 K 线吸油战法，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比如说这个位置上是新的一轮的悟空阳线，那你就把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5这里作为一个止损一定要设置止损无论是现货行情也好合约行情也好，都是要设置止损这样呢你能跟随它的趋势，最终获得更大时间周期上的一个上涨吸油的利润这也是现货的一种做法要结合 K 线吸油战法要结合我们的 AI 选股 AI 选币然后最终把握这个趋势设置止损，控制仓位最终能够在这个行情里面获利。然后我的这本 K 线吸油战法已经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可以进行购买了。这本书呢主要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把 K 线拟人化、简单化这样呢你能通过一种图形化的思维模式对 K 线进行一个全新的理解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K 线分成悟空八戒、沙僧、唐僧，但是怎么区分这里面的主要人物，怎么区分里面的妖怪吸油战法第一部分就是讲解这个那第二部分呢是四象战法。四象战法讲的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嘛，主要讲的是你在行情当中的一个位置。我们刚才说了行情当中无非几个东西，一个是趋势，再一个是位置。四象战法呢就是根据古人的八卦原理然后对这个你在这个 K 线当中哪个位置进行解读，你在哪个位置你做什么事情对这个东西做出解读。那八卦战法呢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嘛最开始 K 线是从日本传到美国音译错误叫 K 线，那它最开始在日本叫什么呢？叫卦线卦是上面一个四字头，底下一个八卦的卦最终K 线想解读的东西 ，K 线的根儿就是八卦，所以呢，我用八卦用易经来对 K 线解读把这个 K 线返璞归宗到它的根儿上面这个战法呢，八卦战法呢，我一共8864卦全都有写，这一部分呢主要用来查阅。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